你经历过长时间的充满身心灵的愉悦和幸福，或者说法喜、喜乐、狂喜，或被圣灵充满吗？这些体验真的存在吗？上帝到底在哪里？神到底又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和神、佛、道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呢？是不是存在普世的神呢？我们通过探索世界6大宗教的神秘主义来回答这些问题。在上帝的应许之地，延续了几千年的仇恨与恩怨还在残酷地进行着。你是不是也想过，浩瀚无垠的宇宙已经不断膨胀了137亿年，地球也运行了46亿年，自有永有、无所不在的造物主，如果他存在，上帝或者说神性意识力量应该在地球上各地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会显现，不应只出现在地球的某一处，或只关注某一群人，难道不是吗？否则人是不是就低估了自己所崇拜的神性神秘力量或神圣意识的大能和作为呢？如果世界各地的人们在历史长河中的不同时空节点都能够描述相似的体验上帝的经验，或者说相似的体验形而上无形的神性力量的经验，应该就是神性力量的存在和它是什么特性的最好证明。你说呢？当孜孜以求、持有开放包容的态度，试图除去各大宗教纷繁复杂的名称、教义、仪式、实践等不同形式的外衣，寻找全球普遍的神性力量时，我们发现了世界各大宗教中的神秘主义。神秘主义者的基本信条是，日常生活中不可遇的神奇事件是存在的，世界上也存在形而上的超自然力量或隐藏的自然力量，这种力量可以亲身体验。那么几大主流宗教的神秘主义者的体验又是否相似呢？我们依据世界上信众的多少，来一口气讲述几大主流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印度教、佛教、道教的神秘主义者的神秘经验或他们的思想，为你打开一扇通往神秘心灵世界的窗户。当你看到视频的最后，我相信你会豁然开朗地了悟到，神原来就在那里。到底在哪里呢？基督教是世界上信仰人口最多的宗教，所以我们先讲基督教神秘主义者。这里说的基督教是一个统称，包含天主教会、东正教会、新教等3大派系。阿维拉的圣特蕾莎修女是16世纪西班牙的一位天主教修女，她被封为了圣人。要注意，她不是20世纪的加尔各答的特蕾莎修女。圣特蕾莎是最重要的基督教神秘主义者之一，她也是西班牙文学中最重要的女性作家之一。她热衷于阅读研究有关沉思、祈祷以及内省的宗教书籍。在实践中，她获得了一些神魂超常的体验。她的神秘主义体验包括神秘的幻觉、视觉和超自然的预见。她在自传中使用转化的火焰这个比喻来描述她与上帝合一的经验。她描述到，当灵魂与上帝融为一体时，就像火焰燃烧和融化一切一样，人的心灵也会被上帝的爱所充满和转化。在他的自传中，他提到，在祈祷体验的顶峰，灵魂既听不到，也看不到，也感觉不到。当他持续时，没有任何感官感知或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他描述了自己进入了狂喜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感觉自己完全脱离了物质世界，沉浸在上帝的爱中。他的身体会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失去时间和空间感。他所经历的狂喜也是一种灵魂升华到神圣、结合天堂境界的状态。他形容这是一种崇高的神秘体验和精神陶醉。在他的著作《内心城堡》中 The Interior Castle， 他探讨了灵魂的深度，将其比作一个城堡，有7个宫殿代表灵魂的不同层次，以及他在神秘的冥想和祷告中所经历的层层深化的体验。他每天进行2次1小时的沉思、冥想或祈祷，因为他认为进入这座城堡的大门就是祈祷和冥想经文及有意识地反思上帝的启示。在最高层次的城堡，他说在灵魂最深处的中心，他找到了灵魂和上帝，与上帝发生瞬时的、变革性的和永久的结合，就像水落入池塘之后无法分离或分开一样，并伴随无可比拟的长时间的狂喜。这些描述有关无我、忘我、与神合一的境界和充满全身巨大幸福的狂喜，
是不是与印度教、佛家、道家修行者通过打坐或冥想入定所体验到的三摩地、超越个体意识、解脱、涅槃、天人合一、个体灵魂与宇宙绝对真理或神灵之间的完全融合的境界很一致呢？那种狂喜是不是匹配东方宗教的内处妙乐，法喜充满，甘之如饴呢？基督教的另一位神秘主义代表人物麦斯特·埃克哈特，他是13、14世纪德国的神学家和神秘主义者，被视为基督教神秘主义的奠基人之一。我们需要着重讲讲他的思想。他追求的不是外在的宗教仪式，而是内在的直观的神秘体验。他认为上帝内在于人的灵魂深处，你的内心是上帝的庙宇，通过冥想和祈祷可以触碰到上帝。埃克哈特认为每个人内在都有上帝的神性，每个人心中都有上帝的火花，认为通过深度的内省，个体可以发现自己的灵性本质，这是直接印入人灵魂的上帝本性。正如他描述的，我看上帝的眼睛和上帝看我的眼睛是一样的。进入上帝的内在本质，需要放下对上帝外在形象的想象，因为上帝超越一切形象。他也说，如果灵魂想要有上帝，那他必须抛弃一切，甚至要抛弃自己。当人的灵魂与上帝合一时，会获得极大的喜乐和满足，也就是圣特蕾莎修女所描述的狂喜。这是返璞归真、返璞归于源头的过程。他强调灵性的关键在于现在的瞬间，认为在当下的经验中，人们可以找到与上帝的直接联系。他解释道，只有当下才是真实存在的时间，过去已去，未来尚未到来，唯有现在是真正的时间。他也试图超越对立与分离的观念，强调上帝的存在超越一切对立，所有事物都是与上帝合一的一部分。他说，在上帝那里，一切都是一体的，在上帝那里，没有我和你的分别。他强调个体内在的精神体验，通过自我净化和冥思来亲近上帝。埃克哈特还主张对物质世界持有平和态度，认为物质世界本身并非是阻碍灵性成长的障碍，而是一个潜在的途径。对物质世界的享受可以成为灵性成长的一部分，只要我们以感激和平和的态度对待它。他还有一个重要思想，我们在此先不表，要留到视频最后再说。就埃克哈特的这些思想，你是不是觉得很耳熟呢？是不是就是佛陀思想的西方版本？虽然佛陀不认为有一位造物主，他们在文化和宗教框架上存在明显的差异，但在个体的内在性德、灵性体验和觉知的共同追求上是一致的。比如，佛说一切众生本自具足，皆有佛性，埃克哈特说是上帝的火花。佛陀说人人皆可成佛，埃克哈特认为人人可与上帝合一，成为一灵，拥有内在基督。佛说不要起分别心，埃克哈特说没有我和你的分别，一切都是一体的。佛陀说要安住于当下，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哈特说只有当下才是真实存在的时间。佛陀说不要执着于佛的名和相，埃克哈特说放下对上帝外在形象的想象。我们说语言是沟通的工具，但它又是分离我们的障碍啊。我们接着说第二大宗教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者。鲁米是13世纪波斯（现在的伊朗）著名的诗人、哲学家、圣人和伊斯兰教神秘主义苏菲教派的奠基人之一。他的思想也强调内在的灵性发展、爱的力量以及超越宗教仪式、对神性的直接体验、寻求真理的重要性。他表达了一种深刻的哲学：自我是人类和上帝之间的面纱。这一观点凸显了是我们的自我阻碍了人与神性的联系，暗示了解脱需要超越个体认知，达到与上帝的合一。他说，在祷告中，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我既非东方，亦非西方，我胸中无界限。这些观点强调了超越文化和地域的普遍性，凸显了人类的共同性。这些是不是佛陀的破除我执、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不起分别心的境界呢？苏菲在阿拉伯语里意为纯粹，在希腊文里意为智慧。在主流伊斯兰教看来，真主安拉是至高无上的，
普通信徒需要以谦卑、敬畏的心态来崇拜和侍奉真主。而苏菲派认为人与真主之间存在特殊的亲密关系，就像爱人般的眷恋和追求真主。苏菲派认为，通过净化内心、行善济人、祈祷、冥想修炼心性，也通过旋转舞蹈、音乐和诗歌等艺术手段来追求人神合一、人主合一的境界，实现对真主的最高体验。相传，卢米在持续旋转36小时之后，在恍惚的状态下，与天主教圣特蕾莎修女在祈祷体验的顶峰时类似，完全脱离了物质世界，实现了与神合一，体验了神秘主义的精神盛宴。卢米认为，爱是连接上帝和人类之间的神秘力量，是灵魂回归至源头的桥梁。他比喻爱为一片海洋，灵魂通过沉浸在这个海洋中，实现与上帝的合一。卢米也认为，苦难是一个重要的启示。他说，苦难是上帝用来打破我们心灵固执的锤子，是灵魂走向上帝的过程中的必经之路。他也强调，上帝的存在不仅仅在宇宙中，而且在每个人的心中。灵魂与神性是相通的。卢米的神秘主义思想超越了宗教的边界，强调人们在寻求神性时，应该超越教义和仪式。他说，不要被教义和仪式所拘束，要寻找心灵的真实。凡是净化你的，都是正确的道路，我不会试图去定义它。思之以求的这2期视频都专门介绍了这位神秘主义者触摸你灵魂、疗愈你心灵、拓展你思维维度的语言和诗句。如果你了解卢米的思想，阅读了他的诗歌，你会觉得他的理念与佛陀的核心思想也相似，尤其是对自我觉悟、本自具足、解脱的终极目标、超越宗教边界以及心灵的真实追求。我们是否可以说，卢米是佛陀在伊斯兰语境的一个化身呢？佛陀在《金刚经》里反复强调，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人不被事物的表象所迷惑，才可了悟到他们的真如实相。信仰犹太教的信众虽然在世界宗教排名中大约位于第7位，但是基督教、伊斯兰教都起源自古老的犹太教，都相信独一无二的真神。犹太教的亚威，基督教的上帝，伊斯兰教的真主，其实都是耶和华，只是称呼不同。这里我们就一起探讨。犹太历史在不同时期涌现出多种形式的神秘主义，而自12世纪以来，卡巴拉神秘主义成为最为人熟知的意志。卡巴拉 （Kabbalah） 字面意思是接收传统，是犹太神秘主义中的一派深奥的方法、纪律和思想流派，旨在揭示关于神、宇宙和人类存在的隐藏智慧。卡巴拉使用生命之树作为一种图像来表示神秘的宇宙结构和人类灵魂的不同层面。这个树图展示了连接神的各种路径，以及在人类经验中体现的不同属性。13世纪的亚伯拉罕·阿布拉菲亚，他是预言卡巴拉学派的创始人。他强调直接体验上帝的思想，主张通过独特的神秘技巧和冥想实践，通过高度集中思想来净化意识，个体可以实现灵性启示，以达到预言与上帝接触甚至合一的境界。这种实践包括使用特殊的文字组合、音频和呼吸控制等手段，以促进心灵的超常体验。其目的是释放灵魂，解开束缚它的尘劳绳结。与其他宗教神秘主义者类似，阿布拉菲亚认为人体内蕴藏着内在的精神力量和神秘的灵魂，当这些绳结被解开时，他们就回归到原初状态，消解了任何二重性，实现了统一的状态。正如他在书中所写，你会感觉到另一种精神在你体内觉醒，增强你的力量，并传递到你的整个身体，给你带来快乐。这也就是说，上帝存在于每个人心中，通过内在改变实现与神合一，即是灵魂的个体存在融入了宇宙生命之流。这种通过内在改变追求善良和正直的生活，从而提升灵性、接近神、与神合一的体验，以及体验所带来的快乐，是不是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的体验一致呢？是不是和东方宗教神秘主义的体验也相似呢？让我们接下来说说东方宗教神秘主义。一些科学家对东方宗教哲学及神秘主义思想有浓厚的兴趣，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门口也树立着印度教的湿婆神像，他们认为其中包含着深刻的智慧，可以让人获得对心灵和宇宙的独特洞见。我们在这一期量子力学和易经视频中介绍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尼尔斯·波尔，他认为中国道家经典《易经》能够阐明量子力学对立统一的关系。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曾学习梵文，并能阅读梵文经典。他被印度教的虚玄宇宙深深吸引，他有时也会把无奇的东西看得格外虚幻新奇。科学和宗教是人类了解宇宙的两扇窗户，它们呈现了不同的风景。有机会我们会深入探讨一些著名科学家的宗教观和对他们的影响。首先，第三大宗教印度教。在公元8世纪左右，费檀多派的阿迪·商杰罗是一位卓越的哲学家，费檀多派的集大成者。费檀多派被视为正统印度教影响最大的一派。费檀多 Vedanta 梵文名由 Veda 意为知识和 Anta 意为终极两个词组成，意为知识的终极。商杰罗根据古印度秘密传授，讨论宇宙终极真理的哲学经典《奥义书》，确立了宇宙就是梵，梵就是我，梵我一如的思想，提出了不二一元论。梵是神秘的力量，是一切事物的根源，永恒不变的绝对精神实体，至高无上的真实存在，是法则的根源，对应于上梵。人类的我，个体生命的灵魂或自我 Atman Atman 来源于宇宙的我，宇宙灵魂即梵 Brahman。上层的梵我本体是个我的源头，个我只是从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它们存在着本质上的同一性。商杰罗指出，通过冥想可以实现与梵的合一，达到解脱 moksha。这种我就是梵的体验被看作是印度教神秘主义的巅峰，指向同一的本体，个体只是轮回的幻想。阿特曼奥门是躲藏在人内在的神我，与梵同质，但被欲望、无明和愚昧等因素所蒙蔽，导致人与梵分离。印度宗教的最高境界是通过修炼找到阿特曼神我，实现与梵的合一。商杰罗注重个体内在的精神体验，他认为通过瑜伽练习所达至的心灵的纯净及稳定的状态，有助于获得解脱性知识。瑜伽的意思是一致、结合或和谐，被视为实现身心灵和谐的手段，旨在通过身体的掌控和冥想来加强个体与梵的联系。我们可以看出，尽管文化、传统、宗教框架有所不同，印度教神秘主义也和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神秘主义有很多一致性。他们都推崇内在体验，都认为每个人内在都拥有与终极实在同性质的上帝的火花、神性、精神或阿特曼。他们都追求个体超越世俗束缚，也都认为通过冥思、冥想修炼可以重新发现这种隐藏的内在本质，从而实现与心中内在原有的神性合一，与终极实在合一，并能获得启示和解脱。佛家认为，某些真理或体验无法通过语言和理性概念完整表达，只能通过个人的内在觉醒、直觉或启示方可亲证领会。佛教的禅宗、净土宗、密宗、天台宗都强调通过长期的深度的定力修行，达到意识的高度集中，封闭感官欲望，可以接近佛法所说的涅槃境界，并能直接感受佛法的真如本质。公元前500多年，乔达摩悉达多在菩提树下禅定悟道，达到了禅定最高的境界，证悟了无上正等正觉的终极大智慧，知晓了宇宙天地之间任何万事万物的道理，再无任何疑难，再无不能领悟的现象或事物。他参透了宇宙人生，了悟到了宇宙万物都随因缘因果的规律兴衰成败，不断不长，相似相续。他被尊为释迦牟尼佛，他是觉悟了自身，同时也觉悟了万法的圣者，并获得了圆满的六神通，这就是佛教神秘主义的原型。释迦牟尼佛悟到了本自具足，人人皆可成佛，强调每个人本来就具有佛性，通过修行可以除去妄想执着，可证得如来智慧德相，显发出这个佛性。佛教禅宗六祖慧能进一步说明，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人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人各有不同，但都具有相同的佛性。慧能也进一步论证佛陀思想，菩提般若之智，是人本自有之，只缘心迷，不能自悟。
他认为真如佛性和宇宙万法皆存在于人的心中。我们人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观照，不假文字。般若之智是能如实认知一切事物和万物本源的终极辨识智慧。人人拥有终极智慧，不用假借文字。佛性是如来藏，本自清净的心性，又称作真如、本实、本寂、实际、法身、无垢实。它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是蕴含于众生之内的。众生虽有本自清净的心性，但被无知无明的烦恼遮蔽时，会感召第8识因缘果报的阿赖耶识。当修行净除烦恼后，才会显现出真如、佛性、如来藏、无垢识。第9识也就是阿摩罗识。显发并证入阿摩罗识，就是成佛的真正内涵，并能获得大自在的解脱和法喜。这个蕴含于众生之内的、不因人而异的、恒常的、不增不减的佛性，与印度教里隐藏于人内在的绝对不变的神我，与梵同志的阿特曼本质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它与西方宗教神秘主义所体验的内在的神性、上帝的火花也是一致的。隐藏于人内在的佛性、神性、阿特曼都指向终极存在或本体，都代表永恒的自性，是生命的内在本源。虽然佛教不承认世界有主宰神的存在，主张无我、缘起性空，认为究竟实相是一切事物都不具有独立存在性，没有绝对区分的主体与客体的对立，都是自性空的。但这是不是也在说，抛弃个体自我，融入对于我们凡人是无限、不可知、不可说的宇宙呢？这个宇宙可以是被人格化的上帝，也是伟大造物意识的各样规律，只是我们对于个体与整体理解的层次和角度不同，应用的名词说法不同。虽然佛的意思是觉悟了的人不是神，但觉悟后获得终极智慧，有圆满的神通，超凡入圣，达到无我、无任何小我的境界。在前面提到的4大宗教中，人们通过修炼内在，提升灵性，与神合一，与梵合一后，不也是达到无我境界吗？其实境界是一样的，都同样悟到了，融入万物一体后，可以获得智慧，获得解脱，并获得极大的愉悦、狂喜或说法喜。这与佛家说的觉悟了的人有什么区别呢？神性或佛性其实都指向一种终极存在或本体，隐藏在人的内在，只是宗教的语境、视角表述不同。佛家同样教导人们通过打坐、禅修和内观，也就是冥想、静默、反省来超越自我，找到隐藏的佛性，见性成佛。根据《中庸》，天命之谓性，是性之含义的由来。因此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其实也是天人合一、梵我合一、神人合一的另一种说法，本质是一致的。合一后就成了新造的人，另一个精神，在内在觉醒了的人，觉悟了的人。你又是怎么想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六祖慧能说，一切经书都是因人说的主张，所以要注重自己心性的修养，不应教条式的对待经典，而是注重主体的悟性。要摆脱繁琐的名和相，摆脱思想束缚，摆脱文字束缚，从而单刀直入，直指人心，求得开悟和解脱。六祖慧能的思想也和前面所提到的各位神秘主义者思想一致，并说得更加明了直白。这也是为什么史蒂夫·乔布斯迷上禅宗的缘故。乔布斯的神秘主义实践带给他强烈的直觉和清晰且不可忽视的内心声音，并让他焕发强大的创新力和执行力，也给世界的实相带来了重大变革。卡尔·荣格是一代瑞士心理学大师、精神科医师、分析心理学的创始人。他推崇的太乙金华宗旨是道教全真派修炼的内典。此书相传为9世纪唐朝全真派5阳祖师之一吕洞宾的真传。吕祖认为人内存在有元神和食神2个无形之物，元神是人体内部的高级神灵，也称为真神、真灵或指真灵。元神是太虚幻境的一部分，来源无极界，是无极界灵智体的分体。它是人体的本源之神，与生命的起源和灵魂的本质有关。元神是一个超越个体的存在，是永恒不朽的，一般人较难感悟其存在和功能。食神是肉体感觉和肉体所带动的7情6欲，多数人一生中都跟随自己血气的欲望，困于食神的境界，并为了食神的满足而奔忙。
道教强调通过内丹身体修炼，实现个体食神与元神的合一，即是人神合一、天人合一。当个体的元神与宇宙律动、道法相融合时，就达到了一种超越一切烦恼、超越尘世、超越时间的境地。修炼者人生最重要的事，就是在于深层感悟并开发元神的功能。通过深厚的静坐、呼吸、打坐、冥想，修炼可以让人达到完全压制并驱除一切食神感受，从而达到与元神合一，造就被元神占据的纯阳之体。那境界也就是新生命、新造的人，境界高的还可以成仙入道。成仙者能凭意念驱动元神，从而直接连接宇宙本源的太虚之境，获得超自然的力量，做人所不能及的事，突破时间，通晓过去与未来等等。吕洞宾的太乙精华宗旨，以另一种语言，将世界各大宗教神秘主义者所体验的相似经验说得清晰明白。荣格大师认为这本书有系统地支持了他所研究的有关意识、个体潜意识与集体潜意识的学说，这也是荣格大师对他爱不释手的原因，并将它翻译成德文，并取名《精华的秘密》。他认为，精华的秘密也就是人类心灵的秘密，是人真正内在生命的秘密。前面说到的五大宗教的各个神秘主义者都体验到了藏在人内在的超越个体的存在、永恒不朽的神性、佛性，而道家称为元神、道性。道教同样认为一切众生内部都存有隐藏起来的真秘，也就是玄之又玄的道性内化在众生性当中。道是有物混成，现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道是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道是具有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玄德的神性意识。老子用道来命名人类语言不可说清楚、说明白的宇宙、社会、人生，或说天地人的客观规律和基本法则。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上帝、神、天父、主、阿拉、安拉、耶和华、全能者、万神之神、亚威、耶稣、圣灵、自在者、造化者、阿尔法、奥米加、造物主、自有永有的、至尊者、至圣者、救赎主、上天、老天、道、天地、真我、宇宙。这些不同的名称，不都是人类在探寻天地人时试图命名那创造世界各种规律、自然本源的伟大的无形无相的神性意识、般若终极智慧、无所不在的伟大造物者吗？当科技带来世界的融合与知识的整合时，我们发现我们其实都在体验、寻觅、崇拜同一个神圣的造物者意识，难道不是吗？由于过去时代历史、地域和视野的限制，我们人类还在为了不同语言的不同名称争得你去我活。现在是我们反省、重新认识我们自己的心灵意识的时候了。当你一口气简约了解了世界六大宗教的神秘主义，神秘主义者在不同的时空节点都经历了相似体验，并持有相似的思想。我们可以总结如下：人的心灵本质，每个人内在都隐藏有不增不减的、不因人而异的上帝的神性、阿特曼、佛性、道性。途径，你可以通过祈祷、静默、冥思、冥想、呼吸控制修炼心性。收获，可以达到忘掉自我，经验与宇宙终极本源结合唯一的体验。另一种光明的精神在你体内会觉醒，增强你的力量，并传递到你的整个身体。你的内心会升起甘之如饴的喜悦、法喜或者狂喜。当内心一片光明，万物一体，人自然而然不会执着于宗教或者其他界限，而是寻求灵性真理本质，不会拘泥于各样文字语言表述，而是直指人心，追求心灵的真实体验。正如基督教神秘主义者埃克哈特所说，真正的宗教并不在于特定的教义，而在于灵魂与上帝的关系。埃克哈特大师提醒世人要超越宗教的界限，他强调宗教的本质是直接的、内在的与上帝的联系，因为灵魂的根基是神性的。怀有科学的态度，让自己亲身去体验、验证，做一位神秘主义者吧。让更多的人去体验自己的神圣吧，成为新造的人，焕发出爱与创造者的精神吧。你会远离低级趣味，摆脱成瘾行为，走出抑郁，超越狭隘，解开尘劳绳结，突破负面枷锁，开启天赋封印，找到真正的自己。您的支持、订阅、点赞、
分享和评论是我们前进的动力，也能让更多人得到一束光。